这台是 AR13年的机器，1466。插电源这个灯有亮绿灯，开机没有任何反应，电池也没有在充电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先把这个电池拔掉看一下，单用外接电源看能不能开，因为有的电池它自己饱和了吧，它也会开不了机。 也是一样，绿灯可以亮，但是按开机没有任何反应。它这款机器一般一通电，你把电池拔掉，一通电的话，它自动会触发的，自动开机的。那说明是主板芯片有问题。那我们先把主板拆出来看一下。这个天线的话，最好用那个镊子拆，不然一拔很容易把那个头给拔断。电源板也拆下来，把这电源板先接上。现在单板试一下，看开机有没有反应。它这款你就插个电，看电流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一般我们修这种东西，先把这个硬盘用这个网卡先拆掉。主板的版号在这里，是820-3437-A。我们现在就要打开那个图纸跟点位。 查找一下线路，它这种绿灯亮的话，说明它那个3.4安。我们先量一下那个待机电感，然后它的对立组织，一般就量几个嘛，一般是那个公共点，它的组织134。 然后量下35伏，待机35伏。一般待机它是有3.3伏，那5伏是开机之后才有，这是5伏，那是3.3伏，3.3是343，这个正常的。还有这个待机，这个待机3.4安，这是这是304欧，也是正常的。主要是这几个供电。 对立组织，正常的话我们就通电，测一下电压，主要是测一下那个待机时候的电压，因为现在是不触发，开机没反应，所以说测一下待机工作条件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测一下这个3.4安，这个3.4伏是正常的。 这个电压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它一般这个灯是不亮的，绿灯不会亮，所以绿灯不亮的话，我们一般测这个电压，首先测这个电压，现在这个电压正常的，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查这个主供电、公共点电压8.2伏也是正常的，然后再查一下待机3.3伏。 S5 电压，这个电压是没有的，这个 S5 电压是没有。这个电压呢，要有电压输出，它是必须要那个EC，这个工作条件正常，它才会发出开启信号，去开启这个3伏的供电。我们打开图纸看一下，查找这个电感，3伏的待机电感。 因为我们一般就从这个开始查，因为你主板上不工作的话，你肯定是有原因造成嘛，肯定是切供电或者是切什么信号那些。要我们先查的话，就是查到这个电压3.3伏没有，所以我们从这个3.3伏开始查起。这个电感是 L7560，我们图纸上找到看一下，这个电感是3.3伏。
待机3.3，它是由这个芯片 U7501控制的。我们先找的这个 U7501，它是在反面这个待机芯片。先查一下这个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，主要是查2个点，一个是主供电，它的供电跟它的开启。如果这2个电压有问题，那就不用查后面的那些信号了，因为这2个电压都正常。那接着查它的其他条件，比如说反馈啊，还有那些小电压。因为我们先查一下这个芯片的主供电，这个 U7501是23角，主供电是23角，看见23角电压正不正常？它一般是有旁边的那个，肯定是旁边有那个大电容，可以找这个电容测量，比较方便一点。因为你找那个角位的话就是比较密。然后比如说我们找这个电容 C7500，它也是在这个芯片的旁边。就这个 C7500，电压是正常的，8.2伏。它这个电容电压就是主供电是没问题的。我们主要就查一下它开启吧。像这种 LDO 电压，还有 VREF 这电压的话，我们一般在后面查，前面可以先不用查。比如说开启都没有的话，你查这些东西都没什么用。那我们可以直接找一下它从哪里来，或者是直接12角查也可以。它是通过这里，通过这个电阻转换出来的，可以找到这个电阻。这个是阿鲁8140，测一下这个第1角电压，是这个芯片旁边的这个第3个电阻，我们测一下。第1角、第2角都没电压，说明这个芯片它根本就没有收到开启信号。就这个12角，它是这个芯片的主开启，但是芯片没有收到开启的话，肯定是不会输出后面的电压。那我们现在查一下这个开启是什么地方发过来的。U5000，这 U5000呢？就是那个主板的那个主控芯片EC，这个 BGA 芯片，这芯片在这边维修来说也是损坏的比较多的，因为它里面带有程系，它里面的程系有问题的话，就只能换芯片，因为这个芯片刷不了程系的。我们打开图纸，把这个 U5000，第1页这边呢，主要是它的信号。这个信号的我们现在不用查，这个是开机之后，主要是开机之后的电压。就我们现在主要待机的时候，就主要查这个待机时候的供电，待机条件。待机条件的话，它主要有这个供电，它的时钟，还有它的复位。就供电的话，它是 VDDA， 这个主供电是刚才那个3.42伏。就是一开机一通电这个电压就有的，但是前面是没问题的，看着查有没有到这个芯片这里面。比如说这个电感坏了，就是前面有电压，它这个芯片U5000没收到这个电压也是没用的，所以要查前面跟后面。比如说有进过水啊，这个芯片这个零件出现问题或者组织变大了，它都会不会过电压过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查的这个 U5000，供电是这个 VDDA 第3角，因为它是 BGA 封装的，我们里面测不了的，所以只能测这个电感 L5001，在点位图上面找到这个电感。
这个在EC的旁边，这个黑色的小电感，我们测一下它电压，看它过了没有。电感一般我们测电感要测它的2边，就是1角跟2角都要测，因为这电感它是通的，但万一中间开路了，看这个第1角3.4伏正常，再测另外一边也是正常的，说明这个电压已经通到了这个芯片里面，我们说明的供电的话是正常的。还有这边这个电阻，它是通过这个是 SMC 就EC 的网卡翻行那个电压，这个电压可以不用查，因为这个电压用不上。查的话，它一般也不会影响不开机那些东西。还有一个供电，就这个 VDD-C， 这个 1.2 伏，这个 1.2 伏也是EC 的待机时候的供电。查一下它的电压，看正不正常。我们找这个电容 C5010， 看见是在这边，这个芯片的上面这个电容，第一个电容，看见有没有电压？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 1.2 伏，说明这个EC 它的供电是正常的。那我们接着查一下它的时钟的话，我们一般用到后面查，因为时钟它有的这个开机瞬间它会出时钟，通电的瞬间，然后时钟就没有，在开启了之后才会出时钟。主要我们是用示波器来测的，但示波器测的比较准一点。像我们现在的话，先不查时钟吧，那时钟损坏的也是比较少的。我们先查一下它的复位，这个电压的话损坏的是比较多的。有复位都正常，我们再反过来查这个时钟，它是复位这个信号是由这个芯片 U51110，这个芯片是在这边主板的反面。它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是，它5伏的话，一般它这个有收到这个3.4i伏，第3角正常，还有这个第1角正常，这个第3角是这个芯片的供电。比如说它上面写的这个电压如果是高于3伏以上的，第1角电压高于3伏以上，它就会输出，第5角就会输出这个EC 的复位。第3角是 VIN， 是它的主供电，这个电压肯定是要先有的。然后要输出5角的电压的话，它们必须要第1角电压，这 V 加电压大于3伏，它就会输出这个EC 的复位。然后是大于3.3伏的话，它就会输出这个第8角 REF， 就是 EC 的基准。所以我们先查一下这个复位。它的复位是第5角，这个芯片的第5角。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芯片的第5角，这用点位图上面点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是第8角，这个第4、第5角应该在下面，看它的输出有没有。第5角，1、2、3、4，那电压是没有的。它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个复位没有引起它这个芯片 EC 芯片没工作，然后导致它没有发起，没有发那个待机芯片的开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，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它没有输出这个复位。主要是我们现在查一下第3角跟第1角。第1角的话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查这个电压了，3.4i伏电压是是正常的，就看它这边，比如说这个电容有没有拉低，或者这个芯片有没有把这个电压拉低。主要我们先查一下第3角吧，因为第3角这个也是由这个主供电 3.4i伏，通过这个电阻，然后转换到这里。
这个第三角它电压只有3.2伏，因为我们一般这种电压正常的话，它这个主供电它输出是3.42伏的，那我们量的这个电感，它主供电输出的是3.4伏的，它输出是3.4伏，但是你到了第三角，查着这第三角电压它只有3.2伏，就相当于这个电压偏低了0.2伏。电压的话，它不能偏低，因为一偏低，这个芯片检测到这个电压有问题，它就是把后面的输出关闭了。主要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芯片自身原因，还有可能这个电阻，因为这个电容是没有装的，这个是空的，就是这个电阻还有这个芯片两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。那我们现在查这个电阻，因为电阻比如说阻值变大了，或者这个电阻损坏了，它就会把这个电压减掉一半，去减掉一点，它就会过来电压就比较小了。这里输出是3.42，可能这个阻值变大了，随着这个阻值变大，这个过来的电压就会越来越小。这个阻值越大呢，这个过来电压就越小。这样电阻呢损坏一般程度就是电阻0欧的电阻很多就是开路，就直接断掉了，因为它相当于一个保险。也有可能是电阻时间长，它阻值变大，也有可能。因为我们先量在这个电阻的另外一边，看着量在这个第一角电压正不正常。如果第一角电压正常的话，第二角有问题呢，可能是这两个，要不电阻坏了，要不就这个芯片坏了。它就是在这个芯片的旁边。电阻左边是3.4伏，正常的。然后电阻的右边呢，右边是3.2伏，就是那个电压已经偏低了0.2伏。先把这个电压断了，看量一下这个电阻。我们现在打那个外运表调到那个欧姆档，它原来这个电阻呢是0欧的电阻。主板上面是这个电阻，差不多10 K 了，就已经阻值变得很大了，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电阻换掉。我们一般是从料板上拆也可以。这个电阻跟其他的电阻不一样，它的体积稍微大一点，所以要找这个相同大小的0欧电阻。先量一下这个料板的电阻，它是0.5，就正常，就接近了0欧。那个主板冷一下，然后洗碗水，把那个桌案膏洗一下。现在阻值正常的，相当于接近0欧姆。那我们通电再测个电压，这边过来也是3.4，看那个电流它已经开始。它一般没有装电池，它要重启2次。第2次，它就现在应该显示了。装好了，然后把这个电池接上去，看一下电池能不能充电。它一开始电池也不能充电，可以，电池现在也可以充电的，充电78%，然后。其他应该都没问题，键盘也没问题，把那个后盖给装上。再开机试一下。它这个主要问题是因为这个主板里面的一个电阻值变大了。引起这个立灯有亮，但主板那个供电
出现待机出现有问题，然后引起不开机，开机没反应。这种意外我们是按那个时系来查的话，都可以很容易找到问题。因为有的芯片你不可能随便乱换，换了也不会好。好，这台就修完备。